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眼泪。今天这集是粉丝点播，我们来做香港特别受欢迎的芋泥布丁面包。这个面包怎么说呢？可谓是虐我千百遍，我待它仍然如初恋。这个面包真的我做了好多次，现在终于知道怎么把它给做好了。这个面包做好以后真的巨好吃，口感非常丰富，有很多层次，在制作上有很多小细节，我想要跟你们分享，千万不要眨眼，好吧？那现在就马上开始。先来做一个酵头，水加酵母加高筋面粉搅拌均匀，拌匀以后先在室温放置1到2小时，等看到它表面有几个小泡泡了，再放冰箱冷藏，最短也要冷藏12个小时，最多可以在冰箱里放3天。现在这样上面布满了很多小泡泡，这样就是发酵好了就可以用了。如果觉得麻烦，也可以不加酵头，加了酵头面包体积会大一点，风味会更好一点。酵头、水、蜂蜜、黄油、面粉先放在一起搅拌均匀，没有蜂蜜可以换成10克糖，又或者不放。这个加蜂蜜主要是为了让面包好上色一些。先用3档揉5分钟，可以看到它揉好以后是非常稀的状态，然后放到冰箱里冷藏30分钟，让它进行自我水解水合。30分钟后拿出来加入酵母揉面，先用3档揉5到6分钟。可以看到揉完以后它没有一开始那么的稀了，这个时候可以加盐继续揉。还是先用3档揉到盐吸收了，然后再转4档、5档缓慢升速这样揉它，最后给它揉到8到9分筋就可以了。我是揉到这个样子的，面团很有劲儿，不容易断开。这个面团不能一开始用高速揉，很容易揉过了。揉好面以后给它整理一下，然后放在28度的环境里发酵。发酵的时候可以把芋泥馅做好，把芋头蒸熟，然后给它压成泥。再加入其他材料，拌匀，然后再过筛，最好给它过筛2遍。当然也可以用机器打，不过我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，就是机器打的不如手打的好吃。机器打的吃上去有一种胶感，也可能是我用机器打的时间太长了，把胶质给打出来了。用手过筛的吃上去就是很香的芋头味道。之前我见有人说会觉得吃芋泥比较腻，我觉得可能是用机器打出胶质感了。用手动做的芋泥馅，我觉得真的非常香，非常好吃。如果用机器打的话，就不要打时间太久。芋泥馅做好以后给它盖好，放到一旁。面包发酵1个小时，给它进行一次折叠，手蘸一点水就不会粘手了。因为面团的含水量比较大嘛，可以看到它发酵后是有点扁的，这样给面团折叠可以增加它面筋的强度，面筋变强了，最后它烤的时候就会变高，而不是横向发展。折叠完以后再发差不多半个小时，就这样按下去有轻微回弹就发好了。面团比较黏，在表面撒一点面粉，然后给它倒出来，我们就可以分割。给它分成6等份，每个大概是85克左右。给面团滚圆，如果比较黏的话，手上蘸一点粉就可以给它滚圆了。全部滚圆好以后，给它们放在26度的环境里松弛30分钟。给你们看看，这些全部是我的不合格产品。我不是说我这个面包做了好多次吗？其实最开始主要是就是这个面包做出来形儿不好，要不然它就是这样的，你看不圆椭圆形的，然后这块还老裂，要不然呢它就是这样的。这是什么造型？它这老突出一块也是会裂。后来我终于知道了，是我整形的问题。我把它当甜面包给整了，还很认真的排了排气。它是一个法包，法包整形不需要排气，所以松弛以后就再次滚圆一下就好了，可以很粗犷的。表面如果有大气泡的话就拍掉，滚圆后底部一定要捏一下，不捏的话就会存在潜在的危险，就是会出现很多奇形怪状。然后就给它放在油布上发酵，也是28度发酵，我是放在模具里了。
我是心理作用，总觉得放模具里烤出来效果好，其实不是模具的事儿。这个面团发酵挺快的，差不多40到50分钟就能发好，所以要提前把烤箱预热上，250度预热，家用烤箱达不到就230度，最好有石板，没有石板效果差一些。这个时候没事儿，可以先把布丁液给做好，牛奶、淡奶油加糖，先用小火加热到糖融化，糖一融化就可以离火了，然后加入鸡蛋，2个全蛋，2个蛋黄，再加入玉米淀粉，给它们搅拌均匀。如果有香草精的话，可以再加一点香草精。拌匀以后过筛，最好过筛2到3遍，这样布丁液就做好了。面团变成原来的1.5倍大，按下去还有些回弹，但是它上面就还能留个坑，这样就可以烤了。烘烤这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面包皮一定要烤结实，尤其是底部，上边的其实不太重要，因为我们要把它挖掉，但是底部一定要完全上色，要有一个结实的外皮。如果你的烤箱底部一圈烤不到的话，那就等它上面烤上色以后给它翻个个儿，这样继续烤到全部上色就好了。我是不是很聪明？也是烤了好几回才想到这个方法的。你们看，有一个面团我没有模具了，我就给它放在这个纸杯里了，但是结果它摘不下来了。千万不要放在纸托里烤，因为烤完它还是粘着的，而且它也影响上色。瞧瞧，这接都接不下来，这费劲。面包的外皮如果烤结实了，就算表面有点裂，倒入布丁液以后也不会露出来。费了一个面包。请看，如果外皮不结实，它就会这个样子，烤的时候全露出来了。一定要烤到这样子，全都一个色儿。等面包不是特别烫了，就可以把它表面的盖给削掉，拿一个小刀45度斜着削掉它。然后把边儿也分离一下，也可以用剪子，我觉得剪子会更好用一些。再取一些面包芯儿出来，这面包芯儿也别浪费，留着做面包糠用。最后留1半或者1/3的面包，然后挤上一层芋泥，再倒上布丁液。布丁液一开始可以先不要倒特别满，8、9成满就行，因为太满了你也不好端到烤箱那里去。放到烤箱里先烤10分钟，10分钟以后再把布丁液加满，但是也不要特别满，因为我发现烤到最后太满了它会往外流。放到烤箱里用150到170度烤30到40分钟左右，一定要放一个烤盘在面包上边，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。我给你们看啊，我最开始烤出来的这个布丁表面看上去总是这种不光滑很老的感觉，因为我最开始就是没有盖烤盘直接烤的。刚开始我觉得可能是温度太高了，用了170度，后来我也调整了温度，上火调到了130度，烤出来都不太好。后来我突然想到，之前烤焦糖布丁的时候表面要盖锡纸烤出来才嫩，但是这个是面包不是碗，布丁液这么满没法盖锡纸啊。后来就想到了在上面放一个烤盘，然后具体的温度要根据自己烤箱调整，因为我的烤箱用160度烤出来都不太嫩，必须要用150度烤才可以比较光滑比较嫩。如果想吃流心的，就烤到表面微微还有一点点流动感。切开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你是喜欢流心的呢，还是喜欢这样的？这样的布丁也是很嫩的，你能想象得到这面包有多好吃吗？嫩嫩的布丁搭配软绵香甜的芋泥，就这一口就很满足了。但是它还有布丁液浸润到面包的另一层口感，再搭配上酥脆的面包外皮，怪不得那么多人排队买这个面包，绝对是一口封神，都给我去做吧。不过做法包确实是稍微有点难啊，但是说真的，还是得用法包才能吃出更多的层次。也可以用汉堡的配方来做，也可以用甜面包的配方来做，但是一定要记住，一定要烤出一个结实的外皮，这样它才不会漏。
如果剩下了芋泥和布丁液怎么办呢？别发愁，把它们放在一起烤，可以变成另外一个甜品——芋泥蛋奶烧。我曾经出去吃自助餐的时候吃到过。如果只想单独做这个，把布丁液里的淀粉去掉，喜欢吃嫩的可以用150度盖上锡纸烤，喜欢吃表面有焦糖色的可以提高温度烤。但是放了淀粉的话，还是低温烤比较好，我这个就是高温烤出来的，不好看。最后我再给大家放一个不甜的汉堡胚的配方，万一你怕法包做不好，就用这个汉堡胚来做也可以，但是记得我说的那个重要点。今天就到这里啦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狠狠给我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、评论，一键3连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